没想到只是吸收他修仙外衣的灵气，我就能从王八成长为一方神兽，有登天之力。短短3年，此人就已达半步神仙境，只差1步就能得到飞升。他是妖孽，只差1步就能得到飞升，天门就会因他大开。诸位做好准备。3、雷电赛的乡亲们，欢迎大家收看《荒野求生之寻找仙人》栏目。我是当红明星李娇娇小姐，荒野专家井口先生，求生专家老贝先生，苏家千金苏倩小姐。哇哦！本次比赛规则为1男1女为1组，一共2组成员，而且还有机会继承市值万亿的张氏集团。明星苏家千金，他们居然来了！这昆仑仙人难不成真有改命永生的手段？居然能吸引这么多翘楚！还有啊，如果找到了那位神秘仙人以后啊，就有机会获得永生机缘。各位，主办方张氏特此感谢陌陌 APP 的大力支持。那么我宣布，荒野求生之寻找仙人栏目现在开始。昆仑龙脉不仅有诡异至极的天气，时不时还会出现传说中的洪荒猛兽，大家还是小心点为妙。小小昆仑，不及我樱花山分毫，也好意思吹嘘神秘大侠这块地，生的人那都是烂刷牙，小的出手又能强到哪里去？就是。论胆识，这种极限挑战的运动，大夏能有几个人？论能力，井口先生可是倭国上人，他比他们强1000倍、100倍，甚至10000倍。畏手畏脚，请将这荒芜之地敬为圣地。大夏的男人，压根配不上我们大夏的女子。请看我倭国勇士金山斩龙盘死剑！那你？气开天门，仅只是修炼所凝气旋，就能助神兽飞升，更是撕开了数方小世界的缺口，打开了时空隧道。不好，徒儿，徒儿住手啊！徒儿！是踩一步就能飞升，这老登来的真不是时候。哦，师傅，师傅！师傅，师傅！你下山！下山？师傅，您把我从刘家借来才3年而已，我用修仙10年换来刘家繁荣富有，还早呢。而且我资质平平，下山真的可以吗？才3年，只是修行外地灵气，炸毁了8个山头，蒸发3条江河，昆仑山脉因你灵气复苏，凶兽肆虐，结界无数。你管这叫资质平平？真武大帝转世3年，那神仙证明如雷贯耳，而你却说资质平平。傻逼，咋打？哦，对了，徒儿啊，这个刘家托你的福，现在已经是荣华富贵了，真的。那个我也知道的，你舍不得师傅，咱俩这如同父子的情谊，为师也。好哎，找媳妇去。凡儿，你等等，你听为师说，就你上山之前，不是跟刘洋定亲了？他不是你的命中之人啊，这个是为师为你新准备的。您说。10封啊！嫌少啊？啊！本地，这是在哪儿啊？
消息确定，3年前失踪的张家余孽，在不惊动那位仙人的情况下，务必要斩草除根。仙人早有耳闻，难道他也在这边？尔等见本地为何不归？老大也真是，明知道我有家室在身，还要安排婚事。算了，先下山把婚退了再说吧。我张凡可不是脚踩10条。尔等见面见本地为何不归？本地且问尔等，此地隶属于什么州郡？尔等身着服饰，又是何族何派？尔等为何沉默不语？尔等竟敢直视本地！这娘们玩 cosplay 玩魔怔了吧？别说，还挺顺的。天色还早，要不闻3个？放肆！尔等再敢踏前一步，美女，需要帮忙吗？要怎么帮？滚！好嘞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今日就让你开眼。且看本地你们这帮蝼蚁！哈！给山住！哈！请第一！神兽真身！啊！坏了，这无法化形本体，本地凶恶怎么会成毒了？呸！侮辱老子的智商，吓死你！慢着，想干什么？想英雄救美？怎么可能？气息外溢，化神境强者。金光闪烁，难道真的有洪荒猛兽？难道是昆仑山仙人？装神弄鬼！我今天都要看看这位仙人到底是哪路货色！我现在就去亲手灭了这个金光，揭穿大侠男人的无能！此方世界灵气稀薄，但他却能突破如此高度。不过区区化神境而已，本地碾死你，如同碾死一只蚂蚁。不过呢，念在你救驾有功，跪下，成为本地的奴隶。我就说今天跟红色犯冲。胯下生风！疯秃子，二敢！站住！没有本地的命令，你怎么敢？哎，我说，你不会看上我了吧？你最好死心啊！我跟我老婆可是很恩爱，我现在要去山下退婚，一边玩去。可惜喽，今天灵剑限号，不能御剑飞天。井底之蛙，这怎么可能？颁布金言，告知天下，仙人出关。此次下山，一是了解你的身世之谜，一切原因尽在阴阳玉佩之中；二是解了你的姻缘。凡儿啊，莫怪为师乱点鸳鸯谱，实在是爱是一道光啊。10年之事，换刘家昌盛，扶摇直上。孙少，如果没有你，刘家也不会成为云州顶流家族。你比张凡那个废物强多了。刘英，谢谢你。是真没方便。如果不是你求来灵药，我恐怕早就一起。可刘家忘恩负义，不识真龙。别闹，儿子踢我呢。当爹的今天就让他看看，什么叫棍棒底下出孝子。把自己
真言，仙人出关了，太好了！只要得到仙人庇佑，我的儿子一定能远超常人，我苏家香火历代兴旺。仙人赐要助我新生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一定要找到他。通知娇娇，此次荒野求生，不惜一切代价寻到那位仙人，哪怕是为奴为婢，也在所不惜。1年前我3败9寇，我出性命为苏浅那丫头求归书一方，即便不能喜结连理，即便只是因此结识仙人，也足以让我苏家万世永昌。金光消失了，看来这昆仑仙人看到我们来了，立马就跑了，弹药如数。我也本身是王家之气万一，连鬼神都要求为3分，更何况是大侠的废物。大侠师妹何必上头芦苇，与我决一死战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敢在本帝面前自诩仙人，本帝倒要看看是什么货色。好强的至阳之气，跟着他，或许能恢复本帝的修为，或许能寻到我所谓的仙人。斗气化翼。气化翼。斗气化翼。刚刚那道金光怎么回事？难道昆仑山真的有活宝猛兽？爸，有我在，一定会让你。他们来了！我国有事在此，还不出来，速速求饶！难道说昆仑山真的有龙？我看就是一条虫。我国有事在此，你怎么可能？你求的吧你！有才女击下的，统统闪开！你不用太惊讶，区木牛马车，本地驾驭起来得心应手。还好，吓死我了！金口君，吓死人家了！哎呀，老魏先生，人家怕胖。别怕，有我在，娇娇小姐不会受伤的。人家现在不叫李娇娇了，我现在有英文名字叫 Rose， 我未来还需要远在国外住几百公顷的大庄。李铁牛，李铁牛在吗？铁牛你好，这是婚书。嘴上说拒绝，但却为了成为本地的奴隶自斩情缘。张凡，本地认可你。谁是李娇娇？我是李铁牛。闭嘴！骗人的道士，他可是李娇。苏狗蛋吧，你的。这不可能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假造婚书？假？自然是假。我李家乃林州侯子，谈亲论嫁者能将门槛踢破，豪门公子想要入赘更是比比皆是。你不过是一个想要博取热度的小丑。没错，我早就说过，大夏的软蛋男全是废物。要嫁呀，就嫁井口君这种人中豪杰。整个大夏呀，只有那位仙人才有资格。仙人哪有什么狗屁的仙人？那都是他们杜撰出来的人物罢了。导演，这什么这呀？节目效果不错，马上开启直播。好。大夏男人，窝囊之计，别的本事没有，装神弄鬼很有一套。全都是草包，大大的草包。非我族人，其心必异。张凡，本地命你以大荒求天旨，速速将其镇压，斩杀，当场将其斩杀。啥？青龙化天诀，绝？大慈大悲掌。掌？虽是化神境蝼蚁，
但此等低阶武器都不会用。 666啊，这是节目组安排的最后一组成员吧 ？cosplay 有趣。拜托，这个姐姐太可爱了，一定要让她参加节目。一2巴掌真抽到我心坎上了，姐姐我爱你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本不该违逆。但是我有老婆在身，我老婆刘莹正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呢。放心，这婚呀是我要退，与二位没关。雷劫我来扛，因果我来渡。至于这2巴掌，就当是在后花园搞节目的惩罚，是在后花园搞节目的惩罚。后花园，昆仑山人迹罕至，能将如此凶险山脉视作后花园，普天之下恐怕只有一人。苏倩，一定要留住他，一定要留住他。当年我跪于昆仑山下3天3夜，求得婚书一方，如今婚书出世，若有不错，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放屁！昆仑山乃仙人道场，人人敬畏。我向有些人坐显观月，狗胆包天。上节目扮丑，混一口饭吃，伪造婚书，假装深情。我笑你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。你自己很清楚，自己配不上娇娇小姐，才提出退婚，保全颜面，配不上指头，还怪配偶落得太高。有本事我自己想一想，一个草鸡，凭什么配凤凰？呸！赢！难道你还想说你成全了这2位小姐不成？婚约已退，二位自可当作无事发生。至于成全，自然普天之下只有我才能扛住天道即位，因为我即是天道。能与天道比肩的，只有那位仙人。快，马上给我联系李娇娇，若她再敢出言顶撞仙人，有10条命都不够她赔的。是，家主。小祖宗啊，你可不敢胡来呀！我们可惹不起呀！不可能，难道他张凡真是？不过就是想赖在我们节目学习外国小哥哥的生存技能，吃点剩下的残羹剩饭。就是，还后花园，就连井口君这样的存在，面对这山中的野兽，只有90%的把握。就你懂什么叫生火吗？你懂什么叫打猎吗？你懂什么叫荒野求生吗？身上披张狗皮，就以为自己是那位仙人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怎么捯饬，也盖不住你身上的土狗味儿。天谴！在我们大窝勇士面前，你们大下人都是勇士，这天也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所有后果自行承担。真把这假婚书当成免死金牌了不成？啊！哎呀，使不得啊，娇娇。哪怕它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接电话！你个死丫头，快接电话呀！天谴，要休也是我休了你。娇娇，使不得呀！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天谴，天谴来了！这不可能！难道你就是？可能，张凡，他怎么可能是仙人呢？狗屁天谴，不过是他儿子在替你罢了，说明他很健康。他张凡那个废物要是仙人，何必以废物的身份入赘你们刘家？他要是仙人，当什么缩头乌龟啊？哼，闹了半天，光打雷不下雨，这大夏的仙人果然也是草包啊！张凡，你不是说天谴吗？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？天道严惩，降九族宗亲，气运溃散，厄运缠身，不日将落在你等身上。你们李苏两家的覆灭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还装？你张家祖坟长不出成仙的绿蒿子。刚才之所以雷声大作，肯定是因为你惹怒了仙人，害得仙人为怒大作，竟能随意操纵天道旨意，呼风唤雨。这所谓的仙人倒有些本事，或许他真能撕开虚空，让我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。好，今日进山，本就去会会这所谓的仙人。还进山？你想得挺美啊！且不说你亵渎仙人的死罪，你真以为这山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？此栏目由云州最顶级的张氏举办，
我李家备受张氏赏识，魏先生拥有全球粉丝近1000万，人尽皆知。我苏家嘛，那是第一医药世家，井口先生啊，更是人尽皆知的风云人物。我俩乃天作之合。想入局夺亿万家产，求仙人币，且不说你够不够资格，连最起码的男的你有吗？哎，我向你误会了，我还要回家，没工夫跟你们。早知道有这福利，我倾家荡产也要报名。姐姐我也要，姐姐我也要，我饿呀！我这个野狗，竟然当着镜头的面跟别的女人乱搞！幸亏你怀了孙少的孩子，要不然这绿帽子现在戴你头上了。立刻报名参加栏目，我要让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身败名裂。这回我要当着他面里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有多么的废物。你们导演，你看看他们俩，你们两个不要脸，当着这么多镜头，这么多人面亲嘴，你们俩简直……那咋了？那咋了？我上早八，你算老几呀？谁让你叫停的？亲嘴？哼！鼠目寸光，此乃我兽族至高契约。既是结成道侣进山，自然得拿出最好的成绩。搞什么？你放心，本地一言九鼎，只要放本地进山，不会再难为你了。进山非得这样？你是不是对组队有什么误解啊？背进了。溜啊！导演，这两个人严重影响了拍摄进度，要是再不将其清理出去，张氏一定会怪罪的。喂，什么？好，我这样去办。对，就算这样，我告诉你，张氏绝对不允许你们这种草包进入栏目的。你们两颗老鼠屎，休想破坏我们一锅好粥！导演，你来了。导演，你看他们俩。导演，你快把他们俩清理出去，要不然我苏家就退出。我也是。闭嘴！张氏钦点，此2人作为第3组探险嘉宾，拥有争夺100亿家产的资格。张氏可是云州最顶尖的家族，连我李家都望尘莫及。张凡他一个废物，凭什么受到张氏的青睐呀？张氏的决策还轮得到你们评判？提醒2位，昆仑山凶险，一定要……我知道，入山门拜秘境，自然要有敬畏之心。但本地上可入9天揽月，下可赴东海之渊，凶能有那13境大妖血，险又有那魔族万毒枯险。进山的资格也拿到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哼，自然。哼，尔等人没伸舌头就不用负责了吗？我去，走。好啊。老婆，这块玉佩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对我来说同样重要。张凡，你背着我偷腥，闹得人尽皆知，当着镜头的面复制廉耻，你对得起我们的婚姻吗？老婆，大夫已经说了，咱儿子什么事都没有。进入栏目合适，协商的怎么样了？我要见他，我要让他当面跟我说清楚。张氏在云州一手遮天，3组人员只有淘汰或者出现意外，才能采纳其他人员。我已经向张家家主请示过了。你放心，有仙人赐药这层关系在，找到仙人的只能是我们。而且昆仑山凶险，张凡能不能见到你，还是个未知数。爸，那2人已经安排进来了。让他们把眼睛擦亮点。张祖师曾放出消息，仙人有法器傍身，用来证明他的身份。是。极有可能仙人就在你我身边。
昆仑山平均海拔5500至6000，阳气稀薄，神秘莫测，猛兽无数。此地昼夜温差极大，寻找仙人的前提要保全自身，没有火堆，我们很有可能冻死在山里。老贝，你看，这都是我收集到的柴火。我最怕冷了，赚这些窝囊饭，长长见识。哇，有点太不要脸了吧？就是，求生哪有坐享其成的？你们懂什么？我家姐姐的手可是上过保险的，金贵着呢。就是，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底层人负责勤俭持家，姐姐负责貌美如花。我捡的柴，你混吃等死的废物！我告诉你，要想向外国哥哥学习技能，你最好把头埋低。没有老贝先生在这荒山野岭，就准备冻死。你也不用应激，除了大夏仙人，像你们这种大夏底层垃圾，也就只配在底层里工作。再说了，他都没有动，凭什么我动？就是，我家姐姐不比你一个乡巴佬金贵啊！修为提升还是太慢了，看来必须要跟他有所接触才行。井口先生，今天幸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们都不能安全进山。今天辛苦你了，累了吧？给你捶捶腿。有戏，好主意。张凡，辛苦你了，就奖励你一本阴安腿。这腿给我玩1年的了，这做奴隶有这待遇，让我死我也甘心了。你干什么呀？怎么可能？我原以为他只是修为有点天赋，没想到还能帮助本地舒缓经脉，增幅本地修为。这又如何？如此手段，只是本地世界的初级功。律师，在下在我国也学到一门按摩之法，你看。胆敢踏前一步，死！井口先生，我帮您捏捏肩吧。整。贝先生，人家怕黑，人家还怕冷。哎呀，贝先生，你今天要是能把柴火点燃，我今天晚上就跟你贴贴。张凡，本帝命令你脱下衣物，本帝要跟你贴贴。张凡，家主，仙人说要落下天谴，我李家情况怎么样？这是公司最新的调研报告，公司海外100艘货船正常运行，李家旗下300家公司属于平稳上升期，家中股份上个月盈利3000万。家主，我看那张凡就是狐假虎威，装模作样。可是为什么挑剔的张氏会选择让他参加的？难不成张氏就是想用此人寻得那位仙人？能被张氏青睐，这个仙人真有这么厉害？岂止是厉害，且不说此人医术高明，一颗丹药就能让濒死之人痊愈。我跪求婚书那天，曾亲眼看到这位仙人凭空生火，欲火燃身，不伤其分毫，金龙傍身，如真龙之子。密切关注此人直播间，火焰金龙就是寻得仙人的钥匙，也是这位仙人身份的证明。老贝先生，你快点生火吧！如果你再不生火的话，那晚上我就只有抱紧你了。放心，钻木取火本来就是我们西方人发明的，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。连本帝都知此计乃燧人氏之手段，关你外邦养狗何事？老贝先生，你别理他，脑子有问题，老给自己脸上贴金。我有的，但是某人想坐享其成，我绝不答应。放心，在这山上没有我的头，你不是果然此地金光笼罩，早就不是寻常山脉。
看来那仙人真有些本事啊，竟然能让普通的山脉变成我世界的秘境一般。不过那又如何？本地刀山火海都敢闯，还怕你一个小小的昆仑山？难道大夏山脉还真的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？废物，别不要脸啊！老贝先生是为了今晚能平安度过，为了我们能生存下去，也就只有你这种傻子相信你破灭的大夏废物。相比你们两个好吃懒做的废物，老贝才是真男人。要是没有他俩，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全部冻死在山里。我说了，今天这把火，我让他烧，他才能烧得起来。钻木取火乃最原始、最有效的方法。贝先生更是混迹荒野求生圈的翘楚，他都燃不起来，寻常方法皆是空谈。除非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一字赤炼。狂生，他就是就连贝先生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一个大夏废物能做到。果然，大夏的男人只会逞口舌之力。笑话！普天之下能有这本事的，只有那位仙人。你不要以为你穿个袍子就能顶替那位仙人的身份了。你每天在那说几句狠话，就能掩盖你是个废物的事实。那仙人在本地眼中却非强者，但尔等宵小，又怎知这世间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广？罢了，今日就让尔等再开开眼。地心妖灵，青莲地心何在？寒如霜雪，莫凌冷火烧，大千世界吞天那铁，青莲妖火燃。尔等鼠辈初见我，如蛙观天上月，再见我如一粒皮浮望青天，焚天煮海，圣火降临。完蛋！当下修为竟连最低等的武器都无法使用了。我说你们两个每天除了丢人现眼，你们俩还会干嘛？我还以为这位女士真的懂什么了不起的技能，只是逞口舌之力。今天这把火要是真的能点起来的话，我会想磕头可响头。凭空生炎，这不可能！那你这是……我靠，打火机！哇，圣火令刚补货的，纯野生的，喜欢啊，送你了。反正这玩意儿不值钱。圣火令乃人族大能之神兵，如此轻松拱手让人，果然是本地的奴隶，不错。八戒，你这是作弊！荒野求生居然有打火机！导演，你看看他们。导演这。规矩是山中找到的任何资源都能利用，神已经搜过，合情合理，不必理会。你跪下，不要得意了，有本事我们再比一场。啊？比什么？哼！既然是荒野求生，火堆已经有了，最重要的那就是食物。老贝先生，你最好抓大一点的猎物，不然今天晚上我就吃你。此次我们采用的是最古老的陷阱布置，将绳索用枯木隐藏，在上放起诱饵，若有猎物进食，即可一击必中。此陷阱威力极强，不说兔子老鼠，哪怕是大型捕食猛兽都能轻松捕获。一个试试，保证一定能抓到猎物。林中的鸟兽无数肉眼可见，怎么一只都没来呀？废物！我告诉你，老贝先生打不到，你们也打不到。井口先生也是为我们生存做努力，哪怕失败了，他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。张凡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要是还无所作为，你就输了。谁说我没主意？此地灵气肆虐，本地已经感知到了，有好几个强悍的同族。像你们这种人族的小把戏，还想捕获异兽，简直痴人说梦。张凡，今日本地命令，给这些蝼蚁开开眼，修行者是如何猎杀异兽的。9天困龙阵何在？别吵吵，忙着呢。没诱饵啊？哎。
开饭喽！张凡啊张，我还以为你多有本事呢，搞半天你只是弄点小孩子的把戏。张凡，我倒是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想提前进山，你是想寻求仙人给你看看脑子吧？我看就是仙人限了你，也限你再回炉重造吧。张凡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这寻常人族把戏根本就捕获不了这山中凶手，更别说你这简陋陷阱了。还有你那……咦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等待数月，终于等来这一天。别跟我抢！白虎，这份地缘是属于我的。本地所猜果然不错，此人拥有滋养万物之能，极有可能是极为罕见的旷世圣体。只是没想到，仅只是身上褪下的污垢，就能引发凶兽为之哄抢。这些可都是绝大一方的存在，大打出手，据说……吃狗肉怎么样？神兽麒麟，你到底是谁啊？笑话！本地从前也都是吃真龙血肉，饮的呢也是琼浆玉露，区区麒麟而已嘛。本地还不放在眼里。走你！喂，你这怎么样？现在你们满意了吧？张凡，算你识相，小狗它那么可爱，怎么舍得吃它呀？可多，又能多到哪里去呢？若非他人不同意，他早就痛下杀手。大夏的男人啊，就是个饥不择食的畜生。别无放矢，东西的未能食用，何谈输赢？我要如何屈服于你？我大倭使者传送上任秘书监狱，要让你见识见识大夏废物倭国勇士的真实差距。张凡，你说此地是你后花园，此话属实？骗你干嘛？那是我钓鱼的地方。那是我撒过尿的水，你怎么喝了？游戏，这水真甜呐！那你，昆仑山灵气四溢，这鱼明显已有灵气，能被轻松命中，此人倒是有些手段。井口先生就是厉害，某些人看到了吗？大夏的男人除了一些花拳绣腿，还会什么？东亚病夫这个帽子算是扣死在你们这群废物的头上。没有外国科技的引进，你们大夏至少落后100年。如果没有井口先生在，你们今天啊，全部都得饿着肚子。你们两个现在跪下给井口先生道歉！不要说我欺负你们，你们两个要是能钓上一条，我倭国上下给你们大夏所有人磕头致歉。可若是不成的话，今日你们就得切腹自尽，即我天皇神灵。本地巅峰时期能将妖圣随意抹杀，不过就斩杀2只低阶蝼蚁而已，算得了什么？不过呢，本地今日身体抱恙，就由本地的奴隶教你做人。我做得好的话有奖励哦。什么奖励？双休。双休？别害羞，这只是夫妻间的小游戏。跪下！是我庇佑你刘家，你才能有如今的成就；是我祈求仙人赐药，你才有命能活。老婆，我爱你，所以就主人。哎呀，了不得了，真了不！张凡这个废物，丢人丢到全世界去！双休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跟别的女人搞暧昧，心里明知道有我这个老婆，还给路边一个乞丐当牛郎。张凡，
你的脸皮到底是有多厚啊？还敢冒充仙人，在我刘家就是一个入赘的货色，到了外面也是一个跪舔别人的野狗。倭国忍者自古掌握神鬼莫测的杀人手段，井口更是精锐中的精锐，敢叫板那位大人，正好让他帮我们清理门户。张凡，我帮你最后一次，劝你别不知好歹。倭国上人岂是你能抗衡？我劝你珍重，别往枪口上撞。瞅瞅，连你老婆都警告你，让你认清现实。我们大夏就是比倭国弱小，对你脸一定要挨打，更应该立正。强如井口先生，都需要以手里剑才能捕获。你赤手空拳还想？我去，装扮还能这么爆的？张凡，这又是何等兵器啊？鱼竿呀，没见过。鱼竿？骗人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特别的鱼竿。野生鱼竿，刚从树上摘下来的。哎，甄凡，就算你使用工具又如何？井口君随意起手，就碾压你们大夏所有男人。就是井口先生的手段是雷霆之神速，就算你所谓的仙人来了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仙人，可惜此刻不是本地的边锋使，天上仙人3000万，剑须进一枚。混账！仙人之号乃我国之骄傲，大夏之门面。是谁给他的胆子如此蔑视那位大人？如我大夏仙人，要让此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张凡，此地非寻常秘境，这山中鸟兽均已拥有灵智修为。虽然你拥有人族神兵，但想抓捕也实属不易。昆仑山草木皆为我属，飞禽走兽奉我为主。反了！这张凡破坏张氏节目的规矩就罢了，居然到现在还敢冒充仙人之名！我要你彻查此人的身份，如何了？现已查清，张凡本是刘家赘婿，消失3年，现在是在栏目第一次露面。赘婿，一个小小的赘婿，居然也敢与日月争辉！枉我前些日子还为他说的鬼话担惊受怕，致苏家所有人第一时间取得与苏倩的联系，诛杀此人。后果，我调一个比你更大女人上来，又当如何？你还真是光着屁股打狼，大步害臊。你今天要是能给我钓上一条大鱼，我李家愿奉上上亿资助。张凡，如果你今天真不当鱼的话，我苏倩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但可惜啊，就算你今天开什么捕鱼船来，你都不可能捕到1条鱼。我说的。不好了，家主，出大事了！集团股市全面跌停，房价大跳水，我李家公海运输队集体帮忙，损失惨重啊！你说什么？天道严惩，降九族宗亲，气运溃散，厄运缠身，不日将落在你等身。气运溃散，家主，不好了，老太爷旧疾复发，危在旦夕。你说什么？厄运缠身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如果他是那位仙人，他完全可以徒手生火才是。如果他是那位仙人，那他吊的。我以昆仑山之主名号，令尔等入宿邀功。欲有之，井口就见3米水花，可张凡仅仅甩竿就有大道的人，入水更是万丈旱潮。张凡，你到底打算钓什么？车祸了！龙，大夏真的有龙！大夏的生灵从来都是贱美，举手也敢自称青龙。妈，天皇兵代表倭国前祖，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！井口先生，井口先生！大哥，放我一马，我再也不装逼了。这垂钓一竿，竟斩断了江河。金龙出世，河水更是倒流。晚上请你喝鱼汤。不行，我不能输。这有什么？昔日本地出行车辇也是9龙尊驾，你不过才1条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喝拉倒，这玩意儿是大补。哎，别呀！张凡，你这个歹毒的畜生，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！以卵击石，以下犯上，一切后果
皆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胡说！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想狡辩？分明是你自己钓不上大鱼，怕丢人才会痛下杀手。技不如人啊，又厚颜无耻！看来这片土地养的都是酒囊饭袋。看来你们大夏的男人啊，是一群敢做不敢当的软骨头啊！若本帝未曾记错的话，进山归路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安能怪罪他人？听我说，大伙都消消气儿。我们呢，马上派人将这个井口先生，还有这个老贝先生一块儿啊，送到医院去紧急救治。鉴于当下小组人员缺失，栏目组决定暂停探险，改为线上直播。此次直播的优胜者不仅可以获得荒野求生的所需资源，而且啊，咱们节目组还邀请了另外的高人，由成绩优先者率先挑选。那是什么？瞧瞧，又脏又臭，跟农村来的土包子一样。张凡，比起不要脸，我确实不如。但是今天你要凭这点东西想赖在节目里，奢望百亿家产，妄图寻找仙人获得长生，我劝你死这条心。井口先生为了我们的生存做了这么多努力，没想到你居然假扮仙人，祸水东也害死了他。寻仙人，求长生，看机缘，看品德，但张凡永远寻不到仙人。你的胆无，早就科技骨子里了。今天就不绝，哪像我们娇娇呀，是当红明星，而且自带流量，直播对你来说轻而易举。苏小姐底蕴深厚，是云州顶尖豪门之一。论钱财，论威望，你这个废物凭什么跟他比？我劝你识相的话，趁早滚蛋，别自取其辱。家主，我李家旗下300家公司接连破产，无论如何运作都无法扭转亏空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李家恐怕……天谴，竟然如此厉害！联系张氏，我李家有要事求见。家主，你知道的，张氏一家独大，我们的电话打不进去，你得私下联系，快张氏规矩啊！混账！都是你李娇娇有眼不识真龙，到现在还敢出言不逊。你立刻搜集李家全部家产，你听着，这是我李家唯一也是最后的寄付。是，家主。家主，电话还是打不通，联系不上。老家主情况如何？家族上下3000名医护，5000位专家为其诊治，都无济于事。老家主他孽呀，这都是我造的孽呀！明明寻仙之路我暂得先机，明明我苏家最有机会能获得长生，可偏偏生出苏倩这么个蠢材呀！仙人明明就在他身边。家主，叶家龙王已在门外等候，您看要不要？他滚吧！仙人所示天谴，怎是他一个小小龙王能够化解的？这普天之下，只有仙人的长生药方可救人。立刻变卖所有家产，出售所有渠道。既然联系不上苏倩，我便赌上苏家一切，在这直播间将仙人赎罪。本次对决以直播间在线人数为基础，直播间礼物以及带货数量均可作为考核标准。大家点点关注，小星星走一走，小礼物走一走，10万点赞，主播有福利哦！家人们，这个纸巾的质量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带货产品随机抽取，这个将在直播中场下发给选手。我来给大家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。此物竟然将本地的容颜拍得如此真实，难道这人皇镜？这可是人族神兵！张凡，哎，姐姐，这个叫手机，现在正在开直播呢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咱们2个。全世界？对。那岂不是本地的手下也能看到了？对。手指日月摘星辰，天下无我这般人。天龙圣主，万妖帝皇，负天尊，三圣何在？青龙白虎，朱雀玄武，百兽仙宗万千弟子，听吾号令！野猪精拜见宗主，王八怪拜见宗主。这个发光的图案是陌陌交友软件，搞对象用的。对象？对，就是男的、女的。哼，你干嘛？一派胡言！
追求道侣应该遵循自己的本心才行。累死我了！难不成此物还懂读心术？你干什么？直播呢？妈呀，姐姐你太可爱了，好想亲一下。亲一下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众道友的提议。众道友的提议，那你去提他们呀！你提我干什么？好。你看看，这动作多熟练啊！要我看，这姚婆这些年在外面没少偷袭，还什么口口声声的爱我女儿，我呸！哎，还有这个小狐狸啊，勾引张凡的废物也就算了，还迷惑我们孙少。等我看见他，看我扒了他的皮，我撕了他的嘴！我原以为冒充仙人只是为他的无能找借口，我原以为偷腥只是他们这种底层废物的现状，可现在他居然想破坏我的家庭。老婆，像这种人渣，咱们是一定要找他当面说清楚的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井口和老魏的2位师兄可是1等1的武道高手，杀死了他们的师弟，还招惹了苏家、李家，他可没好过。打开陌陌心动匹配，说不定大家可以遇到跟我们嘉宾一样的心动家人。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我！1万张面巾纸，我李潇潇10分钟就完成交易。你这个废物，凭什么去讨要100亿资产？又有什么资格去争和仙人的一面之缘？哼，3万支牙刷，半小时。2位小姐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最高的交易，除此之外，观众数量达到10万加，1个小时之内突破100万交易额。张凡，在山里你靠作弊投机取巧，但是在外面，全世界人民都可以作证，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社会最底层的垃圾。你什么你？害死井口先生，狂妄自大！今天我就要揭开你们大夏男人的遮羞布！贪图他人的能力，嫉妒他人却不自觉，就是你们大夏男儿的缩影。你也不用这么骨气，只要你今天能够直播卖货赢了我李潇潇下辈子给你提鞋。好。哎，最新数据啊，张凡直播间在线人数已经突破了300万。300万？什么？这么多人呢？这不可能啊！就连当红明星李娇娇都不能突破300万。不是，在这儿呢！作弊，在作弊！我没有。继续。多谢这位道友的帮衬，祝四海八荒同僚，五运昌隆，鸿福齐天。能为陛下效力，我野猪精无怨无悔。笑死，怎么都入戏了？姐姐，谢就不用了，你给我们比个心呗。比心？比心？本地找到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庭广众的。你真以为你们这样就赢了吗？一会儿有你们好看的。就是我和李小姐的输赢还尚有机会，但你张凡绝对不可能见到仙人，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赢。疑心是什么？这个。这样比心。对嘛？开始了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张凡。家人们，左上角点点关注。哇！张凡，此为何物啊？我原本以为你们人族只有木牛马车，可没想到此物虽不比那9龙车辇豪华，但却极为舒适啊！虽不比那9天鲲鹏神速，但胜在私密。本帝要是乘此坐骑，开往9天圣域，一骑绝尘，万物空，四海八荒，富有好。
张凡，本地甚是喜欢，我要这个。大姐，这玩意儿是卖的。卖？张凡，这车落地价最少100万，你以为大夏的男人有多大本事？好心提醒你一下，这比赛规则呢，比的是卖货的数量。想1个小时内卖出1万辆车，做梦！恭喜张凡成功卖出！啊，不好意思，他退款了。这退款？张凡，你可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。你现在当着直播间所有人的面承认你们大夏狗屎不如，以及你为大夏的代表为井口先生还有倭国人民道歉，否则等我面见仙人之时，就是你的丧命之时。我到时必会和仙人清算你们大夏男人的种种罪责，该庇佑我的倭国人民。不熟，炎黄后裔，男儿铮铮铁骨，有何不如？错，8000年历史撑起国之傲骨，何错之有？输，我看今儿输的不是我吧？今儿有8宝仙丹1颗，赠与拍卖最多者。如此药效，哪是绝品药师有我很去？此丹药张凡他从何而来？8宝仙药，当真是8宝仙药？家主，这药很厉害吗？这3年仙人赐药不超过3次，除了赏赐给刘家的那颗，有1颗流入国外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曾亲眼目睹此药出世之疯子，最后以高达10万亿的价格最终成交。这药怎么这么贵啊？贵！跟长生相比，这都算便宜了。是什么？是的，没错。立即筹集全部资金，万万不能让此药落入他人手中。是。爹，你有救了！谢仙人赐药，谢仙人网开一面。张凡，你以为随便搓个泥丸，你就是那位仙人了？卖假药是犯法的，嘴上说着维护大夏民族，可毒害的却是信你的百姓。你还是人吗？我此性不改，你冒充仙人，已经把井口先生害死了。你以为你离开了昆仑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坑害1个还不够，还想把我们所有人都害死吗？还有10分钟，我看没有比赛的必要。来人，把这2个废物轰走！等一下，汽车销售1万台！1万台？什么？就算是云家首富之子，也没有如此阔气的手段啊！一定是在胡说八道。说，张凡给了你多少好处？史小姐，这都是正常的派单流程，买家都属梅氏李氏集团。李氏？家主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报告，云州苏家再跟5万台。我家？还有3分钟，李家再跟3万台。还有2分钟，苏家再跟5万台。哇，还有1分钟，李家再跟8万台。没了，卖没了，20万库存一扫而空。不卖了，贵贱都不卖了。为什么不卖了？豪掷千金，难道家主看中的是8宝？曾几何时，家主曾言，有幸目睹过仙人尊荣。这售卖结束，榜一为苏家。李家家主有个10亿礼物，什么？求仙人再赠仙药1颗。仙？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张凡，他怎么可能是那个仙人？仙人？抱歉的告诉李家家主，8宝仙丹还有，但剩下的这1颗呢，是我送给刘家的礼物。莹莹，我知道你在看直播，这3年苦了你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我定会庇佑刘家扶摇直上。我呸！现在说苦我女儿了，这3年死哪去了？现在我们刘家如日中天，还需要这个废物来庇护？真是癞蛤蟆爬小面，他不咬人还可信任。现在好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我们刘家出了这么个废物东西。仙人扶我体，金发寿长生。张凡，你蔑视张氏也就算了，你在外面鬼混，
背叛我们的感情也就算了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就是冒充仙人，辱我刘盈的救命恩人。现在去节目组，我要当着全世界人的面把真相告诉大家。走，我跟你去。你真是那所谓的仙人？我……你别误会，本帝说过，天上纵有3000仙，见我也须尽低眉。那你找他干嘛？不得不说，那仙人的确有几分手段。我若是想回去，自然有求于他。你若与他相识，就传本帝口谕。他若能替本帝撕开虚空，顶尖秘法、天地瑰宝、钱财、黄金，甚至连9天星宿，本帝也可替他摘夺。哎，还有呢？然后呢？然后，本帝定会将他碎尸万段，其肉身碾成粉末，去天牢之落妖塔镇守，将其灵魂永镇于18层地狱之内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他什么档次啊？竟敢随意调遣本！所以呢，你认识他？哎，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？小凡，跟上，快！拍下！老婆，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个废物东西，你没资格叫我妈！怎么打了呀？打的是他女婿吗？让我回家给你解释。家也够了，就想回家了。哎，别拍了！看看，这个才是我们刘家的好女婿，而你，只是我们刘家不要的一条。张凡，当初答应你入赘刘家，是因为你说过你会保佑我刘家繁荣昌盛，你说过你会尽你最大的努力维护刘家。可你除了消失3年，当了3年缩头乌龟，你干了什么呀？我干了什么？我以入山10年为誓，换师尊佑刘家昌盛。我赐仙药于你，救你性命，难道不是我的努力吗？你放屁！我们刘家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那全是依靠着孙尚，是他带着我们刘家走向前所未有的辉煌。也是我在你不在的日子里陪伴在莹莹左右，更是我开垦播种。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渴望当一个母亲。你更不知道的是，他在床上有多用力。孙少不仅给莹莹求来了仙药1颗，而且还庇护我们刘家平步青云。如此善缘，仙人必定庇护我的好女婿，还会助我未出生的小孙女鸿福齐天。而你这条我们刘家不要的野狗，你竟然敢大放厥词！你还说是我们家莹莹的老公，你真是把我们刘家的脸给丢尽了你！尚凡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早走吧，这样死的不会太惨，丢人丢到全世界。你冒充仙人已经引得雷霆震怒，光是害死贝先生和井口，他的2位师兄都不会放过你的。无耻之徒！你说什么呢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当3拜9叩，叩天叩地叩父母，敬心敬事敬对方。张凡尚且坚守本心长达3年，可你呢？为求功名，将自己当成商品变卖。你已怀了他人之子，又有何颜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是你先背叛婚约的，你又管他所行何事？其实呢，我会跟你达成契约，是因为我早就用授宗秘法看透了你。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观你印堂发绿，生机盎然。三爷，陛下他没毛病。我说你谁呀？你管我们家的闲事？来，你好好的看看啊，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他张凡就是我们刘家的一条狗。你管我女儿肚子里到底是谁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操，这女的好不要脸呐！糟糠之妻不可弃，结发之夫不可欺。你都怀别人孩子了，还好意思指责人家背叛婚约？陛下揍他，打死都算我的！哇塞！我第一次见你们人族修士竟将不要脸发扬到如此程度，看来本帝要动真格的了。诸位道友，谁愿起剑，助我斩杀这14境魔修大妖？起剑！恭贺女帝大人翻身！翻身！你想干什么你？你放心，本帝自然不会以大欺小，
来你人间嘛，就要用你人族的规矩对决。哎呀，老虎不发威，你拿我当 Hello Kitty 是不是？开掌！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行了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不说你不行了。拿着麦克风就说你这种没实力，在背后说三道四，以为自己挺神气，别在欺骗自己，你根本没有勇气。也许你自己的无能使你这么没有自信，只会装模作样，那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真正的强点在这里，你不用装了那么神秘。长大却要起码生土点锅盖，还说你是中国说唱界的东方不败，你长得就有创意，活得就有勇气，丑不是你的本意，是上帝发的脾气。你活着浪费空气，死了浪费土地。绝对浪费人民币，如果没有你的存在，怎么能衬托世界的美丽？一个一无是处的道士，一个装疯卖傻的傻子，两个人倒挺配啊。张凡啊，张凡，我说你出轨也该挑挑对象吧。我女儿受西安人庇佑，以后必定是人中龙凤。孩子的智商可随妈，你是废物的事实已经坐实。你找这种白痴，是想负负得正啊？怎么，你还在打我呀？我可告诉你，今天你只要敢动我一根手指，我就让你赔得连底裤都不剩！王八蛋！你给老娘闭嘴！教你练刀，练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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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练下剑，练下最后再告诉你一次，你有病就去医院，想开心就去死，你千万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！我要是再看见你，我就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你这个老绿茶，老立妈，你没事吧，妈？坐下歇歇。完了。菜就多了。多谢诸位道友相助。哎呀，言语夹杂丹田之气，看似脏话，实则出口成刀啊！如此看来，他真有修为啊！张凡，你看你都干了什么？难道你冒充仙人还不够，还要搅得整个节目组不得安生？我就说你这废物，怎么可能是那仙人？区区赘婿，还妄想与天同时，还妄想受到芸芸众生的敬仰。你，张凡，真是不要哟！如果说这就是你诓骗我家家主的手段，那我今天我穷其一生就想要这一颗长生药，世间生灵所求之瑰宝，竟然被你李娇娇！家主，你没事吧？家主，即刻联系李娇娇，哪怕冒着坏张氏规矩的风险，哪怕是让李娇娇赔上性命，我必换取仙人的原谅。是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我干什么？我当然是给井口先生鸣不平了，给那些被你骗过的人一个公道。烦了，翻天了！张凡，你以下犯上，若有一天我见到了先生，我宁可不要永生，宁可不要荣华富贵，也要禀告先生，让他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个娘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家主，仙人赐的灵药已经到了，另外井口先生的师傅正在门外求见。疯了，苏千家都疯了！你快将灵药送到老东家府邸。备车，马上备车！请示张氏，我要亲自去现场。狗眼看人低。你什么意思？凝金光气血具有色丹香，此药就算放在大荒秘境当中，也是众多顶尖大妖争夺的存在。可你们呢？不识货就算了，还暴殄天物，
其罪当诛。你瞧瞧，沈北有这么个骚狐狸，还说我刘家对不起你。张凡，你的脸呢你？3年，整整3年，你进山享清闲，跟这个女人混在一起，我刘英默默撑起了整个刘家，才有了如今的辉煌。你一句话就想鸠占鹊巢，你凭什么以为这3年我会为你守身如玉？你凭什么觉得你一句话就能左右我刘家的运势？你真是仙人不成？哼，仙人！我让你冒充仙人！你不是会天谴吗？来呀，你倒是天谴呢！就是想看看你是怎么害死我们刘家的。哼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现在不下跪道歉，一会儿金口先生的师兄来了，连收尸都找不到人。收尸？井口先生的师兄是倭国第1阴阳师，其能力与仙人不分伯仲。你今天……哎，娇娇，电话！导演，喂，家主。混账！现在立刻3拜9叩，敬仙人恩宠，自毁归天，求张凡原谅。什么？你真的是？妈，你的头发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啊！难道？苏家家主到！家主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我永远不识泰山，我错了，我该死。张凡，我错了，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我求你。难道你？苏家主，就是他毒害了老家主。毒害？好你个臭小子！险些被你给骗了，南药服下，老家主当场口吐黑血，险些气绝身亡。枉我信这是仙人，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？什么？他不是仙人？倾吐黑血，乃活血化瘀，尔等人族宵小灾，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？本帝还不信了，不输9品神丹的圣物，会连一个凡人的救。性不坏，师傅说3株母畜可通往异世界，看来对他维护足到底了。你们两个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！要不是村上先生在，我家家主早就被他害死了。谢村上先生救命之恩。村上先生不仅仅是倭国神医，更是顶尖阴阳师，华夏掐指算命就传承于倭国，有他在，寻仙之路手到擒来。张凡，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跪下来谢恩，否则8宝丹药只是排毒，想要化解天谴，必须经过我的武士。要是让我跪了，你确定你们承受得起？张凡，我原以为你是一个没有担当的窝囊废，一个躲在女人背后的胆小鬼，看来我错了。你既然敢胆大到冒充仙人，胆大到贩卖毒药残害自己的同胞，你还是人吗？没错，老家主就是被村上大人医好的，也只有他能寻得仙人。不好了，家主，老家主旧疾复发，危在旦夕啊！请村上先生带队，寻得仙人，救我苏家于水火。求村上先生带队寻仙。既然大侠的努力诚心恳求，那我不好拒绝了。起来，带我去见见老家主。好。混账东西！我家主如此身份都能虔诚跪拜，你个被赶出门的赘婿，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，为何不跪？我说了，我的跪你们承受不起。张凡，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！你邱长生还不想付出代价，我大夏国比不过倭国，有何理由不跪？他说的没错，张凡，你们大夏男人的膝下就没有黄金，你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废物。张凡，你这个废物，这混吃等死的样子，跟你那死去的妈一个德行。昆仑山我必须进，但这次不再是为了你们刘家。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你什么时候真正为我刘家想过？我刘家落魄的时候你在哪？我刘莹差点病死在床上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大家都少说2句啊！老板呢已经发话了，有
村上先生以及约翰先生顶替井口先生和老贝先生的位置。刘莹女士呢和孙浩先生也可以一同上山。因为张凡获得了小组第1，所以呢可以率先挑选由陌陌 APP 提供的求生工具。工具，我要大我的召唤幡再说。小小昆仑若是无人之境，我有试学到在交斗场上突过上百头猛兽，还能怕在下的蝼蚁不成？之前井口先生带队，昆仑山脉我们随意进出，相信有村上先生坐镇，寻得仙人那是迟早的事。何止呢？有2位武道高人带队，这见了仙人，谁败谁还不一定呢。昆仑山的危机对2位来说易如反掌。只有懦夫才需要挑选工具。张凡，你记住，此次进山是张氏卖我刘家面子，我也劝你不要不知好歹，否则面见仙人之时，就是你人头落地之日。爸，如今重金寻求国际能人帮衬，您又以张氏家产为奖励，这代价实在是太……你以为仙人是谁？我曾受张祖师所托，帮助刘家3年，也仅仅换来1次被帮扶的机会。这仙人之位，又岂能用物质来衡量？1次帮扶，就能换来我张家100年长生。若仙人能许诺长生，那……爸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知道长生有多难得吗？不想就别耽误我。听着，此机会非同小可。你弟弟失踪20多年都没有踪迹，把所有的机会都放在仙人身上，为了你弟弟，我宁可舍弃整个张家。你要是敢从中作梗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张仙人曾放出金言，幻雷骤雨，通天法器，你可一定帮我顶死了。仙人只有我才能找到，长生是我的。天哪，这昆仑山的天气还真是阴晴不定。老婆，你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河边给你取水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婆，河水干枯了。什么？人可以1周不吃饭，如果24小时再不吸收水分的话，昆仑山只有这一条水脉。如果河流干枯的话，那我们就……我想起来了，都是这个混蛋，惹仙人震怒，江河干枯，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张凡。照这么下去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脱水而死的。如今摆脱困境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杀了他！杀我？确定？当然应该杀你。如果不是你，仙人怎么可能闭门不见？如果不是你，仙人怎么会给我们降下如此严苛的条件？张凡，你说过你爱我吧？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应该弥补之前犯下的罪行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应该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啊！虽然在我心目中，我们的感情早就死了，所以献祭我，就你们。你当缩头乌龟的时候，又何尝不是在献祭我们的婚姻？这就是你的答案。我本以为你会为之前犯下的罪行心怀愧疚，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你的态度，你却如此决绝。看来我错了。怂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一辈子都变不了。大夏的蝼蚁们，终究还是要我来出手。我的招魂幡随便一甩，就可天降甘露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有村上先生在，不管多大的困难都是小事。村上先生，此话当真？小小大夏，当晚这点
数辈之物，别说秋雨，就是你大夏神仙仙灵，也得拜倒在我的招魂幡下。好强悍的至宝，虽不比那至尊圣器，但其蔓延的气息也已达到神器的级别。张凡，说不定他真的能求来雨。怎么，张凡，你恬不知耻，害死井口先生？难道今天你还想蒙混过关，挑衅村上先生不成？笑话，村上先生可是实打实的能人，岂是你一个臭鱼烂虾可以碰瓷的？在这儿，他求不来雨。我就算用一根烧火棍，也照样赢他。你拿什么赢啊？谎话说了100遍不会成真的，难道一定要看到我们渴死在这儿你才甘心吗？村上先生，我代他向您送上诚挚歉意，请您务必救我等于水火之中啊！他等会儿就会认起，我会让他向您磕头认罪。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因为我不想因为你的无知害死我们所有人。闭嘴！难道你非要害死我们才甘心吗？也许如此，就让尔等大夏开开眼。我以天皇之名，令尔等速速落雨。来了，风来了，雨真的要来了。村上先生的手段可真高明啊！张凡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呼风唤雨，招人御风，村上先生的本领完全不输给仙人。那我们还有寻求仙人的必要吗？恳请村上先生庇佑我家族荣幸。一群混账！仙人之能，岂是他这么小国能比肩的？这些饭桶真是疯了！你给我盯好了，如果他们再敢行对仙人不尊之事，即刻清除。要真有天雷，就该劈死你们这群王八蛋！呼风唤雨，风雷掣电。呼风唤雨，风雷掣电。哼！哎，怎么停了？这不可能！秋雨之术在大王未尝一败，怎么如今？外邦宵小，还想指点我大夏神？闭嘴！大夏的男人生来蝼蚁命中带剑，只会寻求虚无缥缈的庇护，而我大沃天皇才是真正需崇敬的真神。要我看，何须再寻仙人？你们大可封我倭国为主。可悲！我大夏后土之地，且不说此地奇人异事，单说本地世界，随便派出一方修士，都能灭你弹丸之地吗？信否？你也真够不要脸的，雨都没求来，还在这吹牛逼。张凡，装模作样干什么呀？你想你上呀？行，正好今天让你们开开眼。张凡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大夏比不过倭国，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就算是真正的道士来了，也没有资格放出此等豪言。你3年的散修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比得了倭国的100年传承啊？猪鼻的插葱装什么像呀？我他告诉你，你要是能把雨求来，我跪下来磕头叫你爹。传承，100年也算传承。我大夏江山延年8000年历史，先辈英灵化星辰守护后土，泱泱后土称炎黄之脊梁，又岂是你这些外来入侵者可以随意碰瓷的？张凡，此人虽无赖，但他手中有招魂幡，确实真材实料。如此天阶至宝都未能完成，就靠我。一声令牌，向风来！张凡，丢人现眼也该有个度吧？你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己啊2声响云，破空至。张凡，
我话放这儿，你要是能求来雨，我跪下来磕头，磕响头。三声号子起，雷公电母，听我令。哼，告诉你们大夏没有仙人，就算是有，尔等也会据天皇神威，藏头入尾，覆盖现身。废话，倭国贼人有眼不识真灵，这笔账我会跟你算。你要是再敢出言入仙人之口，就别怪我连你一起啊！这不可能！竟真有黑云密布，张凡，真靠你跟木棍就……张先生曾放出金言，幻雷照雨，通天法器，你可一定把我盯死了！这不可能！四声天诏令，龙王陨落，郭泰安、金龙何在？这不可能！这呼风唤雨的本事，只有村上先生在大夏这。这不可能！你骗我的，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怎么整半天抗打雷不下雨啊？就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的是仙人呢。龙王去哪儿了？哎呦，哎呀，让我搞了吃了！没办法，我现在只能自己想招了。张凡，雨呢？我他妈告诉你，你要是今天求不来雨，你就3拜9叩，以此剑退！你们要是想喝水，那就让你们喝个够。来口。张凡，你装什么呀？这雨肯定是村上先生下的，跟你有屁关系！够了，村上先生，不要再下了，不要下了，村上先生，够了。这肯定是地理位置的关系。有种你跟我换个位置。换，来。怎么还在下？怎么还在下？跟过来了！再换！来！不要下来！怎么还不停？怎么还跟着呀？不可能，御风彻底，怎么回事？也是顶尖修行者才能掌握的造诣。落雨倾盆能办到的，更是屈指可数。可张凡竟能驱使云层随意挪动，难道他？幻雷照雨，通天法器，真的是他。情况如何？好，爸，还在探索之中，这由我盯着，您就放心吧。长生的只能是我。哼哼。好了，村上先生，我好冷啊！我现在立刻砍柴生火。省省力气吧，这山里的树啊，你砍不断。我这把赤血刀乃玄铁寒铁大草，小铁如泥，我就不信砍不断这山中小树。又是一把天阶之宝。说100遍你们也听不清楚。我说了，这山里的树啊，你砍不断，
商凡，少在那儿得意，呼风唤雨并非你的本事，少在这狐假虎威。约翰先生可是从地狱爬出的勇士，他那把屠刀不知斩下了多少亡魂，你凭什么觉得这大夏的树木比不过猛兽的头盖骨啊？你凭什么觉得你那把普通的破砍刀能比得上这凶猛神器啊？这不可能！有鬼啊！有鬼！大夏有不干净的东西啊！大夏仙人究竟是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？装模作样，张凡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砍不下柴，让大家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就是害死我们的罪魁祸首。商凡，你少吓唬人！难不成你拿大夏的破柴刀比得上西方的神兵利器啊？张凡，如今的山中已变得凶险异常，或者一草一木都已经拥有大妖之潜力，你万万不可胡来，要不然你与本帝或许真的会丧命于此。走你！火，是火！二位先生，难道我们今晚就……请求没有庇护所，我愿意用我的义务为几位小姐遮风挡雨。外国小哥哥就是贴心，不像某些大夏的窝囊废，一本事没有，只会添乱。张凡，你别看了，学不会的。你们大夏男人骨子里就没有这种绅士风度。什么？短短几分钟就能搭建出如此居所，张凡，本帝喜欢。张凡获得的小组第一，可以率先挑选由陌陌 APP 提供的求生工具。哼，张凡，你随意搭建帐篷，破坏游戏规则，这算哪门子荒野求生？就是，真男人往往都是靠自己的双手拼搏出一番事业的，你根本就比不上外国哥哥。张凡，你一点都不睡哦。要不然你们来出。这干嘛？哼，想得美！你大夏有古话，强者不求借来之事。今天我一定帮诸位斩杀野兽，用肉香为美的野兽充饥。喝了？笑话，本帝有修为傍身，就算数月不进食，也……等着。哎，张凡，好冷啊！刚刚忘记告诉张凡，如今这山中生灵早就跨过神兽境，玄存风从哇！妖怪！妖怪！神兽凤凰，本帝乃兽宗之主，何方妖孽？还不速速现身，俯首叩拜！怎么一惊一乍的？嘿嘿，到我了，终于到我了！仙人已证大道，我要是被他吃了，也能羽化登仙。是我，是我。一只鸡？鸡什么鸡？
我乃上古凤凰，尔等草民还不？就你话多。徒手竟能破我，这堪比大地神兽。张凡，你的修为到底？这只鸡，你是想吃红烧还是想吃炭烤？当然只有炭烤才能展现我完美的身材。张凡，这鸡还这么小，放了吧。放你妹呀！你丫算什么东西？大哥，别听他的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放？荒野求生，既是求生，定当要不择手段。可他犯了什么错？你非要吃他，就为了你口中的求生？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老婆，跟他这种人废话这么多干？他张凡从小就是孤儿，他懂得什么生命的可贵啊！张凡，今天我就好好给你上一课，没有家人不代表别的生命没。今天你放也得放，不放也得放。一个被刘家扫地出门的垃圾，报复社会很正常，但这不能成为你糟践生命的理由。张凡，他也只是个孩子呀，他也有自己的父母，你做人不能那么自私。你也惯了也不要紧，关键身为人子，你不能剥夺他孝敬的权利啊！难道是因为你是个没父没母的畜生吗？拜托，这是荒野求生，你们都快饿死，现在装什么圣人啊？就是，难道你敢保证你们一辈子没吃过肉嘞？可是小鸡鸡明明那么可爱，你们怎么忍心吃它的？哎呀，好，既然你们想要放，我就如你们所愿。张凡，算你识相，虽然你再可恶，最后还是没到那种十恶不赦的地步。这个就是我刚刚捉来的。这个是鸡肝哦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哎，再等会儿，得再等会儿呢。去吧。好。哎，等等，好吃吧？张凡，此为何物啊？此物叫火锅，好吃吧？辛辣醇香，味美可口。此物比本地世界所有的美食加在一块都不及此物分毫。本地要将此物带回去啊！还有你那个车，本地通通都要带回那方世界。哎，等，你给我留点啊！哦，吃完再说嘛。好吃的很呐！真香。哇，蛮辣的，尝一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尝一下就知道了。干，来。哎呦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孩子踢我，我饿。给我老婆吃的，立刻！凭什么？这鸡是张凡打，凭什么让给他吃？凭什么？凭我老婆是个孕妇，她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分担一点怎么了？逆天，刚才还说放生，现在就馋成这样。果然，饿一顿，活不塞马上就老实了。你，张凡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心狠。就算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，就算我们已经分道扬镳，可咱们就算是陌生人，你看到一个孕妇也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啊！你的心到底有多硬啊？张凡，你也是爹生娘养的，就算你是个没人要的爷，也应该知道生命的可贵。天道好轮回，你如此自私，这些畜生行为都会让你的后代加倍偿还。就是张凡，刘小姐好歹有身孕，再怎么说你二人也有夫妻名分，你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。就是张凡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你非要今天一尸两命你才肯罢休吗？既然你选择愿意相信他，那就让他喂你吃饱啊！我没责任照顾，
我更没义务照顾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吃饱喝足，睡一觉。碧姐，走。你们。老婆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要找到仙人了。只要找到仙人，我们就可以继承张家的万亿家产。只要找到仙人，我一定要让仙人清算张凡所有罪行。仙人，哎呀，好吃不过饺子，舒服不过倒着。普通的木棍能招风唤雨，普通的柴刀能斩杀神兽凤凰，他到底还有多少满真满地？张凡，你那类似柴刀的神器，你还有吗？那个，等会儿再说，快进沙子了啊！那怎么办？吹啊，帮我吹吹，快快！哦。我呸！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害臊。好点没？哎，舒服。你是本地的人，居然还敢当着本地的面看别的女人？你还没回答本地的问题呢。神器啊，还有一个埋在这里。手拿了，本地说不定有机会撕开虚空。老婆，你别在意啊。张凡就算再不要脸，当着这么多人面，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这种阿杂之事。他们还是有礼脸啊。张凡，太硬了，不行啊！用点力，很快就出来了。这么有本事！死鬼，牛逼！还不行，张凡还是出不来。想想办法嘛。老婆，幻觉，肯定是幻觉。你渴了吧？我喂你点水喝。我操，还能旋转！一定是仙人留下的至宝，有了它，本地就能开启时空隧道；有了它，本地就能回到属于我的世界了。这可是仙人至宝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张凡，这就是你的报复！你以为当着所有人的面做出这种龌龊的事，就能羞辱到我？你错了，你在我眼里，一辈子就是一个小丑。羞辱？哼！你又何必自欺欺人？你为了挽回婚姻，让我后悔，特意找这个女人来，故意气我，希望我回心转意。你为了攀我刘家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张凡，
你但凡把心思用到正地，我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想孙夫人误会了吧？我张凡跟你已经结束。结束了？既然已经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扬言说我刘家是因为你扶摇而上？既然已经结束了，你怎么好意思自称仙人？是你救我性命。既然已经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像条狗一样跟在我刘家后面？就算挤破头也要进入这个栏目。你不过就是想找个机会，找一个重新追求我的机会，好实现你软饭硬吃的目标啊！最后告诉你一遍，是我命张氏祝你刘家繁荣昌盛，我自我次要救你性命。你命张氏、张凡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张氏放眼云州是最顶尖的存在，别说你这废物，就算是我李、苏、刘三家联合在一起，都不及张氏一根头发。就是，在仙人道场还敢碰瓷，你真不怕这天上落下下来，把你王八蛋劈死？张凡，你一定要我当面拆穿你的谎言吗？我刘家之所以繁荣昌盛，是孙少在背后扶持，张氏帮衬是看孙少的面子，仙人弃药也是孙少出面祈求的。你嘛，一口一个仙人自称，但从未真正拿出证明你仙人的证据。做大夏的男人都像你一样信口开河，仙人早就遍地皆是了。我就是仙人，何须给你们证明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选项栏目接近尾声，我得多加关注，避免发生意外。哎，张楚，你看起来好像很紧张啊！啊，我有吗？没有吧？是不是寻仙有什么新线索呀？啊，哪能啊，爸！有什么新进展，我肯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！你放心吧，有我盯着呢。行，我就是仙人，何须给你们证明？什么声音？我就是仙人，何须给你们证明？张凡啊，张凡，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？像跳梁小丑。仙人有法器傍身，那身份象征日月可见。你冒充仙人都不做足功课，恬不知耻还不思进取。张凡，你现在当着镜头的面，就是丢刘家的脸不说，还当着国际友人的面戳大夏的脊梁骨。哼，大夏的男人就是一群只会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废物。谁说张凡没有法器扶持？此物便是天赐神器，蕴含大道真意。尔等肉眼凡胎，自然不是。风言风语的疯女人，你拿把破锄头就想帮这个废物化险为夷？你跟他都是一丘之貉，真让我恶心。什么声音？爸，你听错了，没什么声音。马上给我打开直播！爸，真没有线索，你信我？真没什么线索的。实话告诉你，张凡，我已经从张家那里得到了消息，仙人拥有极品之宝，呼风唤雨无所不能。就你这玩意儿，就算他镀上金，也跟你一样改变不了废物的事实。爸，让开！什么？哼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你说爱我是假的，你说庇佑我刘家3年是假的，你送我的玉佩更是假的不能再假了。今天我就把你送给我的东西还给你，欠我刘家的，你10辈子都偿还不起。怎么敢？怎么敢的？爸，那我不早点告诉我为什么？爸，我就是想让仙人为我张氏所用啊！来人，开车，两至现场！爸，滚开！爸。这就是你的态度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后悔？我刘盈生平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招你进门；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；最后悔就是因为你参加这档栏目，不仅得罪了张氏，更是让整个栏目乌烟瘴气的。是张家家主的座驾来了。
张凡，你冒充仙人，引得张氏震怒，今天谁来了都救不了。张凡，你能进这个栏目，是张氏卖我刘盈的面子。但是眼下，我不会替你说一句话，你咎由自取，死不足惜。张家主，就是他耽误栏目进程。如果不是他，秦寇先生就不会死。要不是他，我们早就目睹仙人尊容了。这个玉佩是你的，那另一半呢？张家主，此人目无王法，冒充仙人，而且扰乱现场，试图争夺张家万亿家产。张凡，张家主来了，我就把话说明白。就算没找到仙人，你也没资格争夺家产，因为你张家祖上冒不出这样的青烟。你们张家一家都是废物。张家主，不用您亲自动手，我替你好好教训教训这个。张家主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可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谁吗？你可知道这玉佩代表什么吗？当然知道呀，他张凡是刘家赘婿这事儿，云州谁不知道？至于这块玉佩，法器傍身，呼风唤雨，难道他真的是？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张先生，您这是？儿子，爸终于找到你了。什么？爸？此次下山，一是了解你的身世，一切原因尽在阴阳玉佩之中。身世？那年我张家家道中落，你母亲意外病故，我只能带着你跟你哥另寻他路。我一时大意，竟然把你给弄丢了。老二，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，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改名换姓。老二，你搁哪呢？老二，能证明你身份的只有这个双生玉佩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发誓，一定要让张家成为顶尖的家族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有朝一日能够上门寻亲，我好弥补这20年来对你的亏欠。儿子，爸对不起你。张凡他是云州顶尖家族的公子哥，是我们云州豪门继承人。张凡，之前我都是开玩笑的，我早就猜到你异于常人，和别人不一样。张伯伯，你看，我们都是张凡未婚妻，那以后我们就是……你们要真当我张双江老糊涂了，癞蛤蟆坐井观天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即日起，我和你们李苏两家断绝一切往来。不，哪怕我儿不能成仙，我也要把这天谴落到你们两家的满门。儿媳妇，小两口吵架算不了什么，这样，我替我儿子给你道个歉，原谅他。好的，爸。爸，她不是你儿媳妇。哎呀，看看我都糊涂了，想必我儿子能选的媳妇儿，一定也是人中龙凤，是不是儿媳妇儿？是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老张临了，还白捡了一个儿媳妇儿，真是天佑我张家，天佑我张家呀！伯父，那您不寻仙人了吗？不找了。此次栏目的本意就是想寻找仙人，让他帮我找回失散多年的凡儿。如今凡儿已经失而复得，那我还找什么仙人？身世之谜尽然，可师父为什么说因果也在这块玉佩之中？你不找，我找。闯儿，我找到你弟弟了。呸！我张闯没有弟弟，我就是张家的无名，财产是我的，昂生也是我的。既然你不思进取，张家的张生就由我来延续。
这是……走。原来你这个玉佩就是打开异世界大门的钥匙。不仅如此，这99阶登天梯便能通过它回到你的世界。至于普通人，若能登至巅峰，亦能超凡成仙。老天助我！老天助我呀！既然我找不到仙人，那我就造仙而出，换来这富贵命、长生缘。造仙？你可知这99阶我爬了多少次才成功？就凭你，哼！不止靠二位大人，成仙之路已经在此，我已将二位大人神器带来，还请二位大人登上仙位，斩断龙脉，成就千古佳话。我早就该猜到，迎见国外高人，原来是你另有居心。张壮，你身为大夏的子民，竟敢引狼入室，大开国门！你身上流的可是华夏的血液，你这么做和叛国有何区别？哼！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十恶不赦，那我告诉你，是我害死了母亲，让他身首异处；是我踢走了张凡，让他继承不了家产。面对如此，你又有何感想？话又说回来，我多次派杀手去暗杀你，没想到你竟还能活着。原来是你！造孽！造孽呀！没想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你，张壮，凡儿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你这么做可主人有何两样？你少给我头上扣帽子！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有奶就是娘。如果不是你财产继承给张凡，我出此下策；若不是你浪费求仙机会，我们张家早就永生了。不过无所谓啊，现在给二位大人登基，找不找到仙人都无所谓。二位大人，我张闯身为张家家主，愿奉上我家产所有，作为大夏内应，大开国门，愿二位大人马首是瞻。我李家愿奉上所有，求准仙人庇护。我苏家愿为大窝打开大门，恳请仙人赐福。刘家愿献一切，只求仙人庇护我的孩子长生。你们糊涂呀！刘英，我张家受仙人所托，仙人有此要允，你是最接近仙人的存在。张家主，如今仙人不见所踪，你儿子已经害我错过了仙人，难道又想让我错过这次天赐的机会？我只想让我的孩子长生，何罪之有啊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愚昧无知，笑你们一叶障目，不识真龙。到现在了，你还以为自己是仙人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，在二位贵人面前，也阻止不了他们问鼎巅峰。我是不是仙人，先放一边不说。你等真觉得这99阶天梯说过就过？我这钟家能抵10万公斤的重量，区区华夏至难关，有何惧在？如此，就让约翰先生为我们打头阵了。哼！张凡，那人铠甲不输顶尖仙物，有其傍身，或许真的能冲关成功的。怕了什么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放心吧，我大夏传承又岂是这些列强所能取到的？约翰先生，我来帮你。我说了，我大夏传承，你有命取，没命成。二位前辈，我来助你。这修行之路，须经磨难，
难上难99层天外天，你以为谁都可以问鼎成仙吗？用仙品法器帮神都无法登顶，此秘境之难度已远超本地世界传说秘境。难道本地真的回不去了？放心，一切有我。可爱小女仆，职场总裁夫人，师傅，你在找对象吗？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师傅这是多年未曾下山，跟童年沟通交流，这叫遵纪持事。可是师傅，你关键词搜索那一栏都是年轻小姑娘啊！去，凡儿，不可胡来呀！怎么，求仙之路就在眼前，你眼红了？你不是仙人吗？怎么，仙人还需要登仙路？张凡，但凡你要点脸，我还能把你当个人。可你现在呀，就是个狐假虎威的废物。张凡，你登高位者，99层99难，99成仙，一层一磨难，一层一艰辛。若能攀登高点，即可成就仙人之躯。师傅，如果我问鼎巅峰之后，是否能重新挑战？万万不可！登高位后，已获天道认可。若胡乱为之，即是扰乱天道，即无异于重走来时路。其二，99层难度翻99倍，你所经历的苦难无法人与形容。张凡，我还以为你能创造什么奇迹，搞了半天还是个不中用的废物。我与约翰先生轻松达到60层高峰，你20阶的门槛，也好意思在这放出豪言，也好意思以下犯上。再来！大兰，不来了！张凡，本帝命令你不许来了！孩子，快回来！莫非你今天想让我发一法人做黑法人吗？为什么，张凡？为什么你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外人都能拼上性命，可你对我却从没有付出过真心？我为你们刘家付出的太多，我扶持你们刘家任何，但是我要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我与约翰先生轻松达到60层高峰，你也好意思以下犯上？我还以为你能创造什么奇迹，搞了半天还是个不中用的废物。张凡，本帝命令你不来了！这不可能！大侠废物，凭什么站在最高峰？一定是作弊，他作弊！啊！我张凡愿以仙人道行为誓，送他飞升。暮色起，看天边斜阳。走吧。恍惚想起你的脸庞，毕竟回想，我会回来找你。难免徒增感伤，心叹息，
韭菜女敌驾到，统统闪开！非我族人，其心必异。张凡，斩杀！当场将其斩杀。青龙化天诀，诀，大慈大悲掌。掌。清风过，野烛光，渡人心上，了花瓣随风飘荡。混账！竟然把唯一的升仙机会让给一个外人，非宰了他不可！那可是你亲弟弟呀！断我长生路者，谁都得死！诸位，既然外人成仙而去，那说明昆仑山仙人还有迹可循。现在知道仙人下落就是张祖师，我已打探到张祖师道馆的位置，谁是仙人，去问问便可。慢着，把他也带上。既然佯装仙人满嘴谎言，那就让张祖师拆穿他的真面目。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。老爷子，没想到我以这样的方式又回来了。张凡，放肆！此地乃是昆仑山道馆，张祖师可是仅次于仙人的存在。你目无尊卑，是想把我所有人都害死吗？凡儿，张主，凡儿可是你的亲弟弟。亲弟弟，亲弟弟，亲弟弟，为什么不把这个飞升的机会让给我？为什么要让给一个外人？我告诉你，老东西，今天要么他让我升仙，要么……张少爷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张凡他冒名顶替，不仅得罪了仙人，还出言不逊，污蔑了张祖师。今天即使是面见了仙人，仙人也不会帮我。依我看呀，就应该把他就地斩杀，在这昆仑山道馆以儆效尤，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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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凡，机会已经给到你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无话可说。哼，你当然无话可说，因为从头到尾你一直在冒名顶替，哪怕证据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了，你依旧是冥顽不灵。如果你真是一个废物，我也就认了。可你宁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外人，宁可把自己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因为他比你更值得。好一出苦行鸳鸯的戏码，人都走了，你在这装深情给谁看呀？我见过舔狗送车、送房、送票，头一次见把成仙的机会拱手相让，你还真他娘是一条忠犬啊！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，听明白了吗？九彩，你有同气连枝，何故引兵犯我宗门？听闻贵宗有能穿梭时空的法器，借来一用。混账！混元魔镜乃是惊天禁物，随意使用会导致外面迸发，出差错，整个世界都会陷入大灾之中。难道你要为了一己私欲，和我们天下人作对不成？可叫我负天下人，本帝也不会再负他。疯了！你疯了！孽在本帝未来之前，你不能有事。挡我者！值得，他值得。那我呢？你让我苦等了10年，整整10年啊，张凡！我的青春难道不算青春？你等了吗？我当然没等。难道你觉得我应该把未来压在你一个废物身上？难道非要让我付出10年青春，你才会悔改吗？难道这些就是你霸占别人，来冒充我救命恩人的理由吗？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砍死他就完了。
这是金光护体，只有仙人才会用的金光护体。难道说？孙家孙浩，拜见张祖师。你呀，是不是又昏头了？师傅，是昏头了。张祖师，这废物出言不逊，冒充仙人，还在99层阶梯助他人飞升，有辱仙道啊！还请祖师以仙人之名将此人碎尸万段。张祖师，我是小孙啊！您忘了，当初是您让我把仙人所赐的灵药送给刘家，我和您也是故交啊！修仙送药，故交。今天我就当着故交的面，我打死你！哎，祖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冒充仙人的是张凡才对啊！哼！啊！冒充？我徒儿是真武大帝转世，是真正的仙人，是你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敢来我道馆丢人现眼？不可能，张凡他怎么可能是仙人？张凡不但是仙人，而且还是你刘家的大恩人，是他以在山中修炼10年为誓，换你刘家荣华富贵。是他在你即将死亡之时，以寿命凝聚仙丹，让你起死回生。可你呢？有眼无珠，为了婚约就罢了，但是你污蔑我徒儿，你这女人为何又如此蛇蝎心肠啊？我怎么会这样？张凡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那日是我被蒙骗，你原谅我行不行？孩子我会打掉的，我们还是能在一起的。有你在，我刘家还是云州第一家族。我和孙浩没好过几次，我还是干净的。请你自重。哎，小凡啊，可没想到你真的是仙人呐！太好了，这以后有了你，我们张家不天下无敌了吗？这以后啊，这一巴掌为爹抽，抽你不孝；这巴掌为国抽，抽你不忠；这巴掌为娘抽，狼子野心，忘恩负义。张闯，你我同宗一脉，我没想到你居然为了区区长生，卖主求荣。为了个人利益，里外勾结。张凡，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成神了，我没有。我就是要一步一步爬到最高，就是要不择手段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。我有什么错？今天你要么给我长生的机会，要么我就踏平这个仙道馆！哼，混蛋！你当我不存在啊？老东西，你又何必狐假虎威呢？你的实力我早探明虚实。不过，区区武王宗师级，怎敢口出狂言？我与陈少早已突破了武道大宗师境界，如今所谓的仙人主观，正创新魂。我二人乃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张凡，现在我有数万武道巅峰，国门大开，龙脉当断，谁还能救得了你？崔少先生，李家愿改名换姓，加入我国。苏家愿意世世代代为外国友人敞开大门，若有幸，苏家愿意成为外国的内人，苏家义不容辞。我也一样。愣着干什么？跪下呀！
怎么现在后悔？就算张凡是仙人又怎样？他今天必死无疑。他死了，这世上就再无仙人；他死了，村上先生一家独大。只有攀附高枝，才能让你们刘家扶摇直上。这道还要我教你吗？不行。但怀了老子的种，还想胳膊肘往外拐？我告诉你，就算儿子生出来，也得跟村上先生姓。再分不清大小王，小心我抠了你的眼珠子！4号，还真是你爹的好儿子。张凡，少在那装腔作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别说我儿子，只要能保我孙家繁荣，我爹都得欢庆。张凡，我的好弟弟，你以为你顶着个仙人的名号，我就没办法治你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，磕响头，兴许我心情一好，对你网开一面。你行不了。我行不了？凭什么？你们大夏的人一个一个都是饭桶一样的废，就凭你现在只有半口气的仙人，还是这个行将就木的老登？我早就说，大夏这片土地上生不出人中豪杰。等慢一段，张凡，没人能够救你。约翰大人，谁？是谁？藏头露尾的，可敢出来应战？世界的修士当真懦弱？你大大宗师在此，鼠辈胆敢放肆！一粒沉可填海，一根草长进日月星辰。弹指间，天翻地覆。大我勇士，隶属我国之命，华夏境内，神明践行。你们别乱来啊！我们这可是有真正的仙人呢！哼，可笑！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们这里强者无数，你可敢出来迎战？强者，那不知诸位大能安能抗吾一记佛怒人？老乡，这些人就欺负你是知识分子，看老子大荒求天旨！这是。张凡，我来了。大能天骄前来助阵，我儿想没想我？还真有天地之资啊！想来那位就是让陛下日思夜想的人族天骄。依我看，就是被迷了心窍。且让本王一探究竟。年龄嘛，我就设置为99岁的。嘿嘿，我喜欢年轻的。我的妈呀，妙，太妙了！关注，关注，关注，哎，再关注一个，老娘吃嫩草，还当自己是什么青少年啊？不要脸，赶紧给我走！